岛儿鲜北，野生的蘑菇啊，一直被视为大自然馈赠的珍馐。对云南人来说呢，更是如此。云南的雨季盛产菌子，品种五花八门。那我们外地人应该怎么挑选呢？今天呢，我就买了3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菌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第一位选手大家应该都认识，深山中的精灵松茸。松茸常常伴松而生，外形又酷似鹿茸，由此得名。它和我们平时吃的蘑菇最大的区别就是贵，而且个头越大越贵。这个尺寸大概是400-500块钱一斤。400-500块钱一斤的蘑菇真是妈见大。反正我妈看视频的时候，如果在旁边的话，肯定要动手。但是妈，先别着急动手啊，还有更贵的，那就是干巴菌。别看它其貌不扬，还是个自然卷，但是呢，身价不菲。云南最贵的菌子就是它了。品质好一些的干巴菌单价可以轻松破千。据说云南人甚至都看不上松茸，但是对干巴菌评价颇高。我也特别好奇，这玩意儿真的比松茸还好吃吗？我们今天就好好品尝一下。前面这2位选手都很有名，但是接下来这位名气更大。你不一定听过他的名字，但是肯定听过他的传说，那就是吃了可以看见小人的剑手青。因为这种蘑菇的创伤部位会迅速变成青色，由此得名。它呢其实是牛肝菌的一种，还有一种神经毒素会使人产生幻觉，不光是会看到小人跳舞，还有可能看到各种各样非常奇怪的魔幻画面，严重的呢甚至会导致全村人去你家吃饭。所以使用剑手青一定要非常小心。这3种蘑菇的特性各不相同，处理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。剑手青切开之后啊，就像是发了霉一样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有毒。不过这种毒在高温下会分解，用热油煸炒可以去除。再和蒜片、花椒、干辣椒一起炒，出锅之后再撒上一点白芝麻，爆炒干辣椒爆炒剑手青就完成了。干巴菌这个自然卷特别容易藏污纳垢，要把它一片一片掰下来，仔细清理掉藏在里面的松针和杂草，再用清水反复清洗。干巴菌一般拿来炒辣子，也不需要特别调味，出锅前撒一点盐就够了。松茸其实是未开伞的幼株，所以非常娇嫩。很多人说松茸不能碰水，但是这个家伙本来就是半雨而生，我认为用水冲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不要长时间浸泡。洗干净之后呢，再用厨房纸小心吸掉表面的水分，注意是吸不是塌。松茸表面褐色的松茸醇是营养和香味的来源，要格外小心，不要塌掉了。松茸娇贵，但是烹饪的方法却最为简单。《舌尖上》那句著名的台词就是为他写的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用黑陶土锅融化酥油，放上切好的松茸生片，油温使松茸表面的水分迅速消失，香气毕现。在吃之前呢，我想先试一下松茸刺身，不要芥末，只要酱油，跟大葱蘸酱似的。我居然吃出了鱼腥味儿。清脆爽口，而且菌子的那股香味非常浓郁。我这么一根下去，确实有些奢侈，但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炭烤松茸，炭烤松茸绝对是不会出错的那种好吃。松茸和黄油的香味相辅相成，再加上炭烤的焦香，我认为炭烤应该是松茸最好的吃法。哇，实在是太妙了。不过这个剑手青我还是有点拿不准，我觉得它的味道实在是有一点奇怪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啊，就是让我感觉到有毒的那种奇怪。
我确信我是做熟了的，这再炒下去真的就做成干了。但是不炒过一点，我又怕它毒性没去干净，不知道吃完会不会见小人呢？有一点期待。这个干巴菌的卖相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是它菌菇的那种香味是最浓郁的，也是最鲜最甜的，而且和辣椒一起炒确实是绝配。只不过这个口感吃起来确实有点像它的名字，干干巴巴的，远远没有松茸那么脆嫩。总体来说呢，我还是更加喜欢吃松茸。好了，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3种蘑菇呢，如果你想选一种绝对不会出错的，那肯定是松茸。松茸的口感和味道，我就很难想象有人会不喜欢。没吃过的话，还是非常非常推荐的。不过如果你想获得比较另类的体验，这个经济条件又允许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干巴菌。它和我们平时吃的任何一种蘑菇都不一样，香味、鲜味、甜味都非常极致，而且非常多汁，但是一点都不鲜嫩。咬下去把汁水挤出来之后，就干干巴巴的了。至于这个剑手青，我实在是拿不准，这个就不推荐大家买回家自己做了，还是去餐厅吃比较保险，毕竟这个小命要紧啊。另外呢，我也想发起一个挑战，大家有什么好奇但是又不敢吃的美食，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，我来替你们挑战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不要忘记帮我点一个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